好，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也被搜索啊，今天早上啊，检调兵分多路，带走8个人，还有电脑主机啊，要看啊，你们到底电脑里面什么东西？所以他们说呢，43天里面有6个党部被抄家啊，然后呢，台中是这个卢秀燕的地盘也被检调突袭，突然就来了啊。然后台中的国民党党部说呢，司法不要沦为政治的工具哈，因为干部都被带走了啊。我觉得国民党那个地方组织已经快被摧毁了哈。那朱立伦就批这个鹰犬追杀在野党，说人民会反扑啊。那另外呢，吴思瑶就说呢，这是国民党呢集团性的犯罪。你看这个党部那个党部那个党部啊，那从台南对不对？台北、新北啊、宜兰啊。这个反正一堆地方啊，然后呢，现在是台中啊。那不过呢，今天呢，这个绿霸蓝的啊，也有被搜索啊，就也有作假，也有被搜索哈。好，我们看一下。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原本关闭的铁门突然一开，调查局人员走出来，市党部2组总干事杨大伟被带上车。长官带走的是谁哈？不方便，不好意思。面对记者提问，调查局人员不愿多谈，轿车载着杨大伟离开。紧接着又有人走出来，白上衣男子是台中市党部1组总干事武康龙，同样被调查局人员带上休旅车。最后是市党部的书记长陈建峰也走出来，疑似同样要被载往台中市调处问案。虽然查什么案，调查局人员没明说，但似乎就是与追查罢免联署幽灵人口案有关。国民党台中市党部5月2号遭检调大规模搜索，而且不止一处。一大早，包括太平区党部、丰原区党部以及大雅区党部都遭到了调查局人员进入搜索。黄复兴党部的志工周月平进入市党部半小时后走出来。你是负责什么样方面的业务啊？面对提问没有回答，但是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市长怎么看市党部被搜索？台中市长卢秀燕上午公开行程，也被问到市党部遭搜索，同样没有发表言论。不过要被国民党提罢免的立委何新纯跟蔡其昌说话了。联署的时候，确实是有66个这个死亡联署。那我还是尊重这个检调，尊重司法，也希望能够尽速的厘清。我们一直在等待。看检方有一个态度嘛，或者当时选委会，我们也希望说这种事情要去厘清嘛。反制绿营的大罢免，蓝营也发动罢免绿委，但牵扯出联署幽灵人口案。5月2号在台中检调在4个地方，一共带走7名国民党市党部人员。来，这个燕秀怎么看？民进党一路从台南、花莲、台中，到新北、到台北，到现在的这个台中，其实，大家其实心里都早就有准备，台中是迟早的事情，最后可能还是会到中央党部来哦。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讲说，赖科这个大罢免，事实上在去年的2月1号。就已经把这整个图都已经画制完成。民进党现在是在内部找敌人。过去像韩国瑜那时候的罢免案的时候，当时也有伪造文书的形式，高检署也有形式的告诉，但是当时连传唤都没有传唤，因为这属于高度政治敏感度的事情哦，所以当时连传唤都没有传案，这件事情就没有了。所以当时检方也都认为说，很多刑事办案其实特别是在羁押的部分，都要更为谨慎小心，因为羁押是属于高度的限制人身的自由。那更何况，如果真的是伪造文书罪的话，其实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真的有必要用到羁押这样子的手段吗？那赖清德真的必要在台湾、在国内、在内部找敌人吗？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要更深一层去思考。连法界今天的很多法界也都出来质疑说，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不符合比例原则。所以在现阶段，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民进党可以悬崖勒马。来，郑宇怎么看？其实你可以看到哦。就像刚我觉得叶秀姐说的没有错，就是这样子的状态其实不意外，但是我觉得大家反而要关注的是现阶段整个的司法体系已经变成是现在执政党面对政敌的一个司法机器的时候，这是台湾人要非常小心的，包含到其实我们这边也接到非常多的陈情，包含到南部的很多人就说怎么办？我自己去联署，但为什么我全家人都要被抓去讯问？
长辈老人家也被抓去讯问，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整个应该是说由司法体系，你们应该出来说明吧。你办的现在的状态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机制办？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很多人都会说，难道说这样子大家就是在就是支持违法吗？并不是。而是说，现在要有个比例原则来去看，如果你真的有不符合规则的，过往的做法是什么？挑掉。不纳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处理原则，但是现在不是哦，现在是一直不断的扩大的解释跟放大。同时间你可以看到过往以前被罢免的几位立委的人选，他们现在希望可以重启调查。那请问一下，现在是不是等于说无所不用其极的重复再重复？我觉得大家要关注的一点哦。执政党如果要铲除异己，请你们拿出你们真正的政权的态度来去看。面对人民的需要来去处理，而不是不断的去制造争端、制造我们的冲突，来去凸显你的执政能力，很可悲啊！我觉得大家要关注一点的是，现在无止境的罢免的状态之下，有没有可能未来它变成是一个无止境的政治斗争？如果今天你选输了，朝小野大的状态之下，你不服，冰斗重来，大罢免，全部都重来。现在就大罢免大成功，就像我们可能稍后等一下会提到的，有部分的领衔人已经陆续开始在退出了。他们都说到一件事情可能不管有没有被压迫到，都会说到一个不希望台湾停止运转。那现阶段呢？现阶段整个执政党上上下下。不管今天是说对美的问题、对中的问题，甚至是我们国内的内政，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在关注民生议题，现在全部就只有大罢免为唯一，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担心如果未来任何一个执政单位，甚至是民进党，如果你选输了，再一次不断的重复的大罢免，重来，请问一下，我们到底要留给下一代什么样子的民主制度、民主内容？是，应该是说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司法上面，绝对都是有多少证据办到哪里，所以我们看到检调现在确实是在搜查所有的证据，要确保不会被湮灭。那这个确实在这个超名单上面，不管是死亡联署或是冒名联署，这个规模都非常大。那死亡联署比较明确，就是死人不可能从棺材里面跳出来说我要联署，所以一定是有人帮他写，所以这就非常明确。那虽然刚刚真宇说有很多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百姓被抓去问，那其实很多是因为他们被冒名了，所以他必须要出面去讲说。对，我真的没有去签这个联署。他说他有签署，所以被抓走你们不要这样子。我这边也有好几个，来，我这边也有好几个，人家是确实有签署，被抓去，全家人被讯问。在吴思瑶的选区里面，就有调查局就把一些这个民众抓去问，就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你签署的？因为在比对上面看起来笔迹不是对的，甚至连名字都写错。好，所以他去比对之后，当然刚开始民众有点害怕，说，到底为什么会抓我去问？那后来发现，是因为他被冒名，他心里才放下那个石头。所以我要讲说，这是一连串的组织犯罪，因为你如果名单就没有名单，你就不可能去抄，那这个抄也不可能是单一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大规模的抄，所以这是一串的粽子。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基于朱主席，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就是在调查当中。大哥，我要补充一下几个月前我就听到有朋友跟我提醒，就是说他听到民进党罢团里面，就是所谓他们讲的公民罢团里面，他们都一直在传说，我们小心我们所有送名单进来的人，我们千万不要被人家有死亡联署的可能性，所以每一个送名单进来的，我们要去照相。那时候我就有在提醒党部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小心？万一我们摊子设在那边，我们被丢进来30个名单，里面是别人恶意造假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死亡名单？很多人知道这个是谁送来的，不知道。我们有中选会，我们有地方选会，我们有中选会，查核的功能难道不应该就是在这些地方？为什么是地方就是领衔人这些人，或者是就是说来名单可能有4方8方的人来，我照他跟你送名单，我要请问你说，你送上是10个名单，我又不能核对身份证，我怎么知道他是死的还是活的？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要去查扣这个国民党内部的名单，因为你一对你就知道说这些名单死亡都来自于国民党，总不可能有民众自己会知道说国民党内名单是什么，就把它抄出来吧？没有这么闲，也不可能碰触到中间的名单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好好说嘛。是这样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地方党部被收的超过6个了，甚至连台北市的主任委员都被关了。那这个在本节目我上次来的时候，我跟你有讨论过嘛？这个也许就是第一关的结果，过关的是35-0嘛？那35-0是很难看，所以给朱主席跟党中央的压力是非常大。所以呢，那时候我们
你跟我讨论的结果，这有2个可能，恐怕不止2个。一个就是说，大家感受到就很难看，35-0，这还能看啊？所以大家心同此理，就说我们一定要卖力，这次一定要某种程度打什么标，让党中央、让主席这个脸上挂得住。还有第2个可能就是说，也许心同此理到这种程度啊，不容易。哇，这不对了，这样的一个党就同心同德了。也许呢，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要在短时间内达标不容易，所以检讨的结果只有这么一条路。就只有这么一条路，结果抄的结果就是变成现在这样。还有第3个，我们都不愿意讲说这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国民党就接近团灭了。就说有人下指导棋，有人下令，有人下。那现在已经在检调的手中有这么多证据了，有这么多人被抓去了。我觉得这个要水落石出并不难。但是呢，现在国民党的讲法都只有什么司法双标，办蓝不办绿。你们这样讲没有问题，我也可以听得进去，这个也有部分有道理。但是你们同时也在讲给中间选民听的不是吗？所以呢，我觉得朱主席啊，我要呼吁朱主席，你作为主席到今天，你心里难道没有一个谱？就是说发生这样。你不要讲系统性，也不要讲组织性，因为讲一个部分吗？你用了这2个名词，竟然还有开了户政事务所的这个背后的后台去抄资料的，不是，竟然还有党身份的去当地方选委会的干部，这可以准许吗？我跟你讲，你很多这个正事我们要谈好嘛，不要犯法嘛。现在有一些名词，他们是很敏感的，所以不要用。你用组织性的。系统性的，你跟我们又是帮派，什么系统性的，但是不约而同，从北到中都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主席你又不是笨蛋，你难道心里没个谱吗？你出来讲一下，说某些地方我们真的是错了这个道歉啦，然后收回去，从头来，我们改。我跟你讲，不会太迟，你不要笑。我跟你讲，这是救党为王的唯一的一条路啊！休息一下再回来，不可能。你知道？好，那么台北的这个士林北投他们是罢吴思瑶了那领衔人因为这个选罢法要罢免一个领衔人叫张克进，他昨天发了一个书面声明说他不干了那不干了，因为现在罢免分3个阶段了。第一阶段就是你要都叫提议人第一阶段的要1%的这个选民的4000个人左右都叫做提议人。提议人里面理论上是提议人里面推一个领衔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被捕的领衔人。一个领衔人，一个被捕领衔人那第一阶段1%到中选会去审核，不合的剔掉补件，然后呢都符合规定以后，才进入第2阶段。第2阶段呢10%叫做联署人，所以大家知道提议人4000个都是提议人，联署人那他现在领衔人说不玩了不玩了呢。这个朱立伦上午是说呢，因为他受到恐吓，所以有寒蝉效应，所以退出了那当然了，现在赖以任是召集人那这个他说是很困难了，因为领衔人退出来有2大困境，所以恐怕就玩不下去了疑似这样。但是呢，吴思瑶这个选区这个士林北投本来是最有机会罢免，也就在台北市是相当有机会的，而且他们在2阶的时候，就在联署的时候，我知道联署的还蛮顺利，现在已经联署1-2万个那光被认为那个选区的议员最低都签署到3000人了，就议员去动员再签那到底选罢法76条是说这样规定的76条第8项了这是2012年的时候呢这个修正进去的。罢免案的提议人的领衔人，提议人现在有4000多个，领衔人张克进死了，那没办法了，死了或经提议人总数1/2以上书面同意者，被捕领衔人可以递补为领衔人，只能1次换句话说，当时我没有说领衔人死亡或退出，没有退出这个，因为立法者觉得怎么可能退出呢？你是领衔的，你下面已经有4000多个人都同意了，
都给你做提议人，怎么可以没有想到你退出这事，而且你不能随便退出，所以要1/2的以上的书面同意。如果你真的有各种原因要退出，也要1/2以上的人同意你退出，而且把这个被捕的领衔人变成领衔人。我再举一个例子，78条，因为这是76条，78条有规定，如果你要撤回罢免案，就是说呢还没有成立哦，还没有成为2阶哦，在还没有征求联署的时候啊，他现在已经征求联署，而且有1-2万人去联署了，还没有征求联署，就只有那1-2千、3-4千的时候呢，如果提议人总数2/3的同意，可以用书面撤回。换句话说，还没有成案，还没有通过1%，你要撤回都这么麻烦，要所有人2/3。现在哪是你领衔一个人说我不干就不干了，就这个案就没有，你从法理上也不合理嘛，所以呢，那现在他们还在继续，虽然很困难了，我都了解他们还在继续联署。如果联署到了真的过了2阶的10%，比如3万多4万人，那这时候张克进只有一点可以摆烂，可以始乱终弃，就是呢，你们就算都联署过了，我不送件，因为选罢有规定要联署人或是联署人授权的人把这个东西送到中选会，我不送。但是你怎么对得起那更糟糕联署的人呢？骂死了。对啊，我知道嘛。他不在乎啊。联署他也在乎了。真的吗？我觉得还是在乎的。联署人到时候我开个玩笑，口水都把你淹死了。现在就你自己想想看，你现在动员4000多人，要1/2才能同意你不干，你还要把当时我记得那段时间大太阳、风啊、下雨啊等等，人家跑去跟你联署完人家就再回来再换，这不是开人家玩笑吗？能够这样干吗？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中选会也不能胡乱解释，不能说解释说这样不行啊，1/2同意啊才能够有新的被捕，不是，他根本不可以离开。你选罢法没有一个联署人可以退出我不干了，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罢免无效团队召集人赖宜任鞠躬道歉，因为领衔人张克进突发声明要退出。对于没有办法尽到保护我们领衔人的这个义务让他遭受到司法跟政治的压力，我要向我们的领衔人道歉。虽同为团队成员，但自4月中交保后，彼此就断联系。看看张克进在声明中透露，台湾此刻正面临多样难题，然无止境的抗衡只会让台湾的政治、经济、民生在原地空转，不得停止。故愿率先退出对立的罢免竞争议题，盼全国团结。由于目前关于领衔人所提供的声明书，我们无法确认，所以地动山摇团队针对2阶段的罢免联署，所有的活动一切正常。但按中选会规定，要更换领衔人，除非领衔人身故或是1阶联署名单中1/2的人同意，也就是必须找回2000多人。这是否也代表罢免无效行动只能喊卡？尤其现在团队对于找回1阶联署人还在评估中，有很多的领衔人，他们都是最后被拱出来的，但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的民主权利的行使。我相信大家很清楚可以看得到民进党透过各种恐吓、这种司法、各种所谓的政治压力造成的寒蝉效应不是只对士林北投而已。谢谢。党中央有去找张克进吗？大罢免2阶段倒数，但国民党似乎深陷内忧外患。好吧，这个燕秀。这司法大动作就是要让这些领衔人也好，你们2个都过了，我现在突然本来以为你还没过，你也过了，都是全国最高的前几名就是司法大动作都是让这些领衔人也好，或者是这些年轻的志工第一次面对这些法律事件我相信他们心里当然会害怕而达到就是说司法单位小事大办，以前伪造文书罪不会有这样子的传唤甚至羁押，达到寒蝉效应。那当然张克进现在刚刚赵大哥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在法律的部分他到底能不能就这样，就是说他不当领衔人就不当领衔人这个我们要看中选会最后怎么解释。当然立法院的退休同仁我们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但中选会他现在他是中选会，是不是以他解释说了算
我觉得我们立法院接下来我们可以开一些公听会，或在立法院来质询，来把这件事情把它理清楚，因为背后的立法精神是重要的。但是民进党这样子的做法，当然会让这些领衔人达到一些寒蝉效应。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就是淡然了，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力劝，因为这是多少人在最近在这一段时间努力，大家觉得不适任的立委是领北投的，我们也应该有权利去下架他，这也是一个公民权利的表现。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张鹤金可以出来。我平心静气的跟你讨论。好，这个条文，我觉得你过度解释。你解释。但是我必须讲，这个条文的原始的写法有瑕疵，因为它是写死亡或，那死亡或死亡也要1/2同意啊。要不然也不能递补啊。不是啊，是不是？不是，死亡就可以，死亡可以了，死亡就可以，死亡就可以，死亡就不用写。对，死亡就不用1/2。那我问你啊，如果死亡是绝对的嘛，但是如果有人失能，中风，住加护病房，或是踢笑，这个也是1/2同意。好，那后面写的这一段就说要这1/2的书面同意，是同意这个候补的人递补。并不是由他同意前面这一个原来的人可以不干，那不干的他没有规定。你再看一下，你再看一下。我不用看，我看了很多遍了。而且你这个就算你变得对，就于事无补啊。他张克进先生不干就是不干，你有什么办法？不一定了。我跟你讲哈，这就是现在都还没到最后了哈。不干也不是说你嘴巴就讲不干就不干嘛啊。那基本上呢，就是说呢，除非你说死亡就没话讲了嘛。如果没死，其他的也要假如你这个突然是失能了，那当然1/2要同意，法律规定是1/2同意啊。但你没有失能，你不能说我不干我就不干了，你还是要1/2同意才可以啊。1/2要同意，当然是这样子嘛。当然是这样子。我觉得今天这个法律一定是这样子的，这样的解释哈，其实是让这件事情呢出现了一个转圜的空间。就是张鹤金先生今天并不是说你要退就能够退的哈，但是呢，赵先刚才也讲得很清楚了，除非他到最后的关头。我就不送件哈，我觉得他不送件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在那天被约谈的人里面呢，有些人就有些人是要交保哈，有些人被羁押了。可是呢，为什么张克金先生呢，他是无保请回呢？他是不是在跟这个检方在谈的时候呢，他坦诚了一些事情？还是呢，他做了什么样的条件交换？还有他们彼此之间，他们是不是有受到些什么样的压力？这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的寒蝉效应呢，民进党这次这样子做呢，本来就是半蓝不半绿啊，这开什么玩笑？朱立伦呢，在这种时候呢，还要像大佬所说的道歉的话呢，那朱立伦去死算了哈。在这总统大选期间的时候，当时郭台铭先生他们那边的联署。不就是他的儿子那个联署已经触犯到贿选的边缘的时候，守正不就到国外去了吗？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回来啊。然后这个所以民进党就是会用这些手段来去恐吓你嘛。我们之前呢讲到那个上一段讲到台中市的时候，其实我还一直在想，奇怪嘞，这个对民进党来讲头号敌人是卢秀燕啊，怎么还没有动台中？果然动了。就果然动了，所以这就是民进党今天要做的哈。韩国现在呢，他们要总统选举，李在明呢，他本来是无罪的哈，现在呢又被驳回了。可是呢，法院他如果说在竞选期间的时候，他被判有罪的话，他就丧失了选举资格的。可是呢，我们昨天呢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韩国的法院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就跟美国在总统大选期间的时候就不处理这样子的政治，就跟政治牵扯到的这样的官司嘛哈，以免呢就是造成更大的一个政治上面的风暴。你看韩国都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啊，真的是所有这些民主国家非常非常非常羡慕的一个最恶劣的一个示范。今天国民党呢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一定是可能就是35-0了。然后现在一关一关的上去的时候，
你觉得朱立伦你可以免于被约谈吗？你现在就要想的是，当你被约谈的时候，你是要拒绝被约谈，让他们把你带走，还是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表示你的决心？当这个所有的这个35通通都是35-0的时候，很多的主委都被抓去关了啦的时候，那你们就是议长、副议长要承担起这个大罢免的过程之中反恶霸的责任，就这么简单。接下来再回来。哇，现在忠诚很重要哈，公务员要忠诚查核，这原来就有这个忠诚查核了，但是说不够，所以呢，行政院长说再盘整，好，看看哪些漏洞啊。然后呢，陆委会啊，因为国安法要加严，不是行政院提出来，是民进党委员提出来的，很多版本呐。但是呢，陆委会说支持钦佩啊，应该要加严啊。说现在呢规范太窄啊，要像韩国一样啊，规范严格啊。说呢不能帮北韩宣传，南韩也不可以帮北韩宣传啊。那甚至呢还有立委提出要设国安法庭，所以呢在野党说这不是绿色恐怖吗？有几个国家设国安法庭的啊？那另外呢，这个高金素梅说设国安法庭就像戒严一样。那陈冠廷就说呢这是误解，严重的误解啊。那另外呢，这个总统发言人啊说呢，你不能说我们安装警铃，就说是我们挑衅窃贼啊。我安装警铃要抓贼啊，要警告贼啊，而不是说呢我们在挑衅贼啊。哦，这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哈。那另外呢，中共啊，《镜周刊》说中共呢有收买台湾的帮派，哦，说攻台的时候做内应哦，说这个帮派把台湾帮派分成 A、B、C 3等哦，然后呢 A 等是亲共的。哦，然后 B 等可能比较中间 ，C 等也许是不亲共的啊、哦。然后呢，说到时候呢，这个他们用金流加上人脉加上地图3路并进啊、哦，说呢把台湾的黑帮呢分成3种在不同的区都有不同的黑帮然后呢这个他们的据点、他们的掌控范围、他们到底有多少枪他们动员有多快的速度然后帮派大佬。怎么样跟这个他们联系等等那说都有这个，所以呢，法务部说要检调，好好给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子如果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都会依法来处理而且陆委会说呢，不是新闻了，我们早就知道了，香港反送中就看得出来了这个香港黑帮都牵涉到里面来我们看一下。警察查核制度会有新制吗？没有正面回应，但已经着手研拟。希望卓荣泰责成政务委员马永成检讨公务员忠诚查核措施。前一天也听取调整方案，就是因为频传共谍案。何仁杰、邱世元在总统办公室前聘用资议吴尚宇，因为卷入共谍案遭检调羁押。行政院初步研拟调整方案，以接触机密程度作为未来检讨方向，并考虑是否入职之后也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平常都没有做，已经产生破洞了，就是民进党政府赶快把之前自己挖的这个漏洞，赶快把它补起来，真正去落实。要防堵中共统战渗透威胁，民进党多位立委还一口气提出多达9个国安法修法版本，加严罚则。眼看行政院版还没提出来，再也批评范围扩大，恐怕更扰民。如果蓝白不做，民进党团先行，我们正在起手研议，民进党籍的立委们以及立委的幕僚群们。附中要公开登载，一定要这个加强的也就是说，发展组织不只是惩罚发展者而且要惩罚加入组织的人。绿委除了提案修国安法，总赖清德预告将恢复军审制度之后，民进党立委陈冠廷也提案增设国家安全专业法庭。讲穿了就是专门来针对在野党的嘛，我觉得没有必要了，这完全是叠墙来架舞了。来孟凯。两岸的部分，现在民进党执政了8年多之后，从停滞冷冻到火车对撞，现在更进一步，然后把所有事情全都风声鹤唳。好，我们先讲如果说真的有共谍不管是之前我在外交国防委员会，我就问国安局相关人，就说有5000人还是多少人，有没有掌握，有没有查办？他讲是说没有那么多，那但是到底有多少？以及过去到现在，不要忘记8年是你民进党执政怎么还会让共谍来渗透？
那再者，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黑道、白道、无间道，任何有被渗透的，你有工具去办啊，那为什么没有办？那以及我们看到共谍都藏在哪里？其实到最后看起来都是在外交部、总统府、民进党立委的办公室里面啊。那结果这些人有去问了吗？有去追了吗？有像半蓝一样大动作的来去询问吗？没有。所以这不就是只针对特定人士，或者是想要达到特定目的吗？再者，不要忘记啊，我们现在的国安法令经过2次，尤其2019年那个时候总统大选，其实又再重新加严了。现在有没有够严格？其实非常严谨啊。但是过去到现在，我们到底办了用国安相关法令办了多少人？而现在没来由就是想要再提高，其实某种程度上极大化政府的权力。这不就是虽然没有讲是戒严，但这不就是实质上已经走向戒严、已经走向集权的一个状态吗？上一段节目或者说我们现在都在讨论，不管是国内情势发生的这所谓的大罢免的状况，其实我们也很清楚的认知啊，现在民进党发动的大罢免，到最后有可能第2阶段就是35-0。但是35-0也好，或者是说像现在绿营朋友很多都已经欢欣鼓舞，觉得说哇大胜利。可是不要忘记，第1阶段1%或第2阶段10%，其实无形当中你们把1%跟10%的声音彻底放大的时候，90%的声音你们到底有没有听见？不要以为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没有讲话的人就是认同民进党政府你们现在做的事情。还有以前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很喜欢用个比喻啊，北风跟太阳。北风越吹越冷，只会让人民把外套穿得越紧。太阳相对温煦的时候，人民才会想要把外套给解开啊。可是过去1年里面，真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平心而论，不分蓝绿党派，但是我只想要请教大家想一想，过去这1年里面，你真的觉得台湾的民主法治社会以及我们的对立程度是越来越加剧，还是越来越放松？你觉得现在40%的总统到底是想要试图的来团结所有台湾2350万人，还是试着在内部找敌人？最后，如果说真的要投票，我们也一定是正向面对，而且不要忘记，我还是强调，因为每天都在地方走，以及每天都在跟我的选民接触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选民的声音才是最真实的。所以，如果说真的走到投票的时候，我对我们国民党籍的委员都有信心。而当挺过之后，真实的民意展现出来之后，我觉得民进党政府你才要自己思考，你过去这段时间1年多了，到底台湾除了大罢免、除了大恶斗、除了让人民的对立感更加深之后，到底留下什么成绩给台湾人民？主持人，我讲孟凯扯得太远了，讲得太多了，所以呢，我不得不讲。我觉得今天的重点，我们回到主题，这一节的主题是什么？是共谍。你晓得，在台湾谍有3种，一个是当下民进党政府口中的共谍，一个是当年老蒋、两蒋时代的匪谍，还有呢，我方在匪区，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谍报人员，那也是谍啊，对不对？那我求你，我要劝民进党政府或者国安当局或者是陆委会，要知识体大，从长计议啊！我要求你，这5000个到底你抓了几个？还有多少在监牢里头？啊，如果我们现在的谍报人员有多少人被老共抓起来关在监牢里头？那我们抓的共谍有几个有资格可以跟我们的谍报人员交换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5000个，我觉得恐怕都不如当年两蒋时代的严重了。当年那个匪谍是抓起来，因为他是被国民党政府是从大陆被赶过来的，风声鹤唳啊，都吓死了，抓到就砰砰砰砰砰就死掉了，对不对？跟今天民进党政府的讲的共谍啊，其实没那么严重嘛，啊，没有那么严重，你处理的方法就不要那么严重，你处理的那么严重，你是自己找麻烦嘛，干不是？是不是？我请教你，我现在我家里如果藏一面5星旗啊，他们来了，我拿起来，我有没有罪？没罪，没有罪，应该没有。没有罪，你没有宣传，你自己家里放一个旗有什么关系？不是啊，但是我是意图有一天他们来了以后，我要拿出来欢迎的，这个没有罪。你也没有讲你要意图要这样，你没有说。不是，我刚才有讲啊，他们上来了以后，我拿出来这样讲，有没有罪？有什么罪？
意图欢迎匪军登陆，他怎么知道难道没有罪吗？他怎么知道意图呢？意图有什么罪？是不是民进党当时修改刑法100条，就意图无罪啊，行动才有罪啊，不是这个意思吗？我意图台独有什么罪呢？我讲都没罪啊。我跟你讲，对不对？我们的所谓共谍，我觉得民进党把它放大处理，是自己找麻烦。对了，这是一回事啊，老沈。而且那个是前什么情报局长讲，后来国安说没有那么多了，他说没那么多，2000多。我郑成换了交换，你知道吗？现在从今天就赶快，我们的谍报人员也很可怜啊，对不对？他们忠贞为国，被关在那边，赶快交换，找几个重要的，赶快交换，换服啊，换谍啊。我告诉你，我们的谍报人多惨，知道吗？有人来陈情家属，他们以前做国民党的特务到大陆去做敌后工作，被老共抓了以后，很多人以前老共把他们放了，我们不接受，对，我们不承认，很惨呐，不承认。就这些人为国牺牲奋斗，被关那么久以后，他说我现在老共放了，我要回台湾了，不承认，不承认你。来，伟山你要说什么？是重点还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面对中国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压力之下，其实台湾真的是要全体要团结，所以当然很希望这个国民党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立法院，可以针对这个谍报这种共谍的事件呢，可以加强来处理。所以国安法就是第一个要修正的。那我想陆委会今天也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修？因为以现行的法规来说，其实是不够用的。以国安法来说，目前现阶段它就只能去处理发展组织的这一块，而加入组织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处罚，你只能用别的法条来处理。那所以这个等于国安法就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我随便举个例子，以这个陆军上校来说，好，有这个叫做向德恩这个上校，他就曾经到了中国去签下了这个投降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的这样的一个书文，等于说他向中国效忠了。未来如果有一天要投降的话，他会第一个 say yes。好，但是我们的法律却没有办法处理他，他是我们的国军这非常的荒谬，领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金钱，领了我们的纳税人的钱，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可能会投共、会对中共效忠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重点是还是得改。那我还是要说，国民党既然常说自己是抗共的，曾经他们是抗共的，曾经跟着这个蒋中正一起，可是现在看起来似乎不是，还是要严正呼吁。我想国民党支持者应该还是知道是非对错，我们到底台湾也是只有一个。来，郑宇。我觉得其实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蛮可笑的，所以加入组织没有问题，所以现在是鼓吹民进党是鼓吹大家都去加入共产党，大家都不会有事吗？这不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吗？我还是要不断诉求抗中保台，如果已经变成是共谍的保护伞的话，你赖清德你真的是必须要负这个最大的责任。如果说你们今天要针对国安法庭或是军事法庭相关，你们先办现在的共谍吧。20万交保，交了吗？交保出去了，抓到哪里去了呢？进去问讯，所以嘛，你告诉我嘛，共谍现在就在我们身边，赖清德怎么处理？告诉我们，不要用这些什么开什么法庭去恐吓台湾人民，抗中保台，不要变成是共谍的保护伞。赖清德一定要搞清楚，不要把抗中保台变成共谍的保护伞。没有共谍，抗中保台就是共谍的保护伞。赖清德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事情。大家老是在讲两蒋是在反共，我也承认两蒋是反共，没错，当时我没反共啊。好，但是现在的共产党跟那个时候共产党是同样的吗？这你要想，完全时代完全不同了，对不对？当时美国跟中国有建交吗？也没有嘛。老是拿那个时候来讲，那么两蒋是在戒严的，那现在有戒严吗？那民进党为什么不讲？两蒋是戒严，现在应该戒严，为什么不讲？这很无聊，去扯这个东西。现在就是现在，过去是过去，你现在对老共有什么态度，对大陆什么态度可以讨论的，对不对？你如果真的那么反共，你也不要去年还赚了699亿美金，赚了那个钱干什么呢？通通不要嘛，那才叫真正反共。那今天有本事下令通通不准直航，要恢复以前这三不通哦，然后呢1毛钱都不赚，这才叫有本事。休息一下再回来。主持人。军公教授要涨薪水了哈，5月要入账，因为很多人说什么都还没进来啊，哦，说约雇人有份哦，所以有73万人可以收到这个钱哈。那加薪3%，行政院说为什么那么慢呢？是因为计算很复杂啦，但是陆训会给你们入账哈。那劳工就生气了啊，说呢你只顾你的政权，不顾劳权啊？为什么劳工都过劳啊？然后呢，他们提了7大诉求啦。反霸凌了，职场霸凌了，要降低工时了，老年要照顾他们了，要加薪，因为通膨很严重啊，等等，劳动3权要注意了哈，然后呢，
这个医护的这个教保要补充人力啊，免得医护跟教育啦这个保育啦太累了哈。然后呢，这个公正转型劳工要一起来哈，所以有7大诉求了。说呢，这个劳动部说我们会站在劳工立场逐步推进啊。那这个劳动部长因为洪胜汉原来是搞公运的嘛，所以呢黄国昌说你还认得你自己吗？你是还是原来的你吗？台湾的工时亚洲第2高啊。那另外呢，这个台南市议员也揭发了，说他们有劳工向劳工局去诉求了说老板这个不照顾劳工了，劳工局回应说你可以找别的工作。我们劳基法对劳工已经很保护了，你还有什么抱怨？有什么好讲的那另外呢，这个台湾因为劳工比较便宜嘛，又很耐操所以呢总工时是亚洲第二高了所以呢这个过劳之岛说呢不容易改变了所以劳工也在抱怨了那另外呢说劳工起薪有4万说有个劳工说面试了15家，一半也没4万了那说呢检举也没什么用了我们看一下。因为有所有劳工朋友在工作岗位上的付出，国家才能够持续的稳定发展。周四院会碰上劳动节，行政长卓荣泰感谢劳工外，不过同天也是军公教领薪日，却被发现怎么没有动静呢？3%的这个薪水什么时候发嘛？3%的薪水，我们5月份就会发。1个礼拜前的质询台上，院长才挂保证5月拿得到，因为军公教2025年调薪3%，早在今年1月1号就生效，却因为预算才延迟。但有教职人员透露，学校出纳说1周左右才应该会汇入户头，而有网友指出没入账还要等公文什么的。其实这个调整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不只是加薪而已，它还包括了像是这个加班费，各地方政府各机关作业程序有所不同，但是都会在5月的时候陆续入账，包括1到4月。部分公务员薪水没有调动，政院强调状况不同，会陆续来发放。举不调高喊诉求，全台工会5·1劳动节凯道游行。数百名劳工走上街头，提出反霸凌、降工时、增国价等7大诉求。因为台湾快变过劳之岛。看看台湾总工时，从2022年2005小时，2023年2019个小时，到2024年2030小时，总工时连续增加3年，位居亚洲第2，全球第5高。那我们会跟政院来尽速的赶快合作，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送到立法院里面。劳团只希望政府别到了劳动节才想到劳工辛劳。好，来这个老沈，你有意见说？我跟你讲每年5·1劳动节，我们的劳运的领袖有一些我认识的，他们好几10年的劳运领袖了，也有新进的，他们一定要带人不多，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诉求没有办法鼓动劳动朋友的心，但是他们都会去凯达格兰大道。都讲同样的东西，工时太长，薪水太低，我们的我们的工作条件不好，很辛苦，有用吗？没有用。我觉得你们没有跟上时代。你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台湾的成就，我们台湾的那么多的外汇存底，很大一部分是劳工朋友的血汗。所以今天川普眼中，台湾，他说台湾吃了我们的豆腐，占了我们的便宜。不是的，是劳工朋友的血汗。所以今天川普如果有办法，就是说，关税提高，从台湾那边多拿一点钱，请川普摸着良心，是你们的人贡献的呢，还是我们的劳工朋友贡献的？把从台湾拿到的钱分一部分还给台湾可怜的劳工兄弟。有道理没有？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了。所以你就说应该川普去澄清才对嘛，对不对？应该川普这样嘛。川普的时候找不到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贡献者，谁是剥削者嘛。我说实话了台湾的劳工很辛苦，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污染呢，这个水污染、空气污染、什么土壤污染，一堆污染然后只要管严一点呢，这个厂商就叫。然后我常讲，我说牺牲劳工权益，牺牲我们的环境，对不对？然后呢，大家那么辛苦，做出来的东西还不错然后呢，这个价钱也不贵，给美国人享受。然后我们赚了钱还买他的，讲到让川普眼红，还买他的外汇，买他的那个债，对不对？还借钱给他买债，让他美国人享受，还回头来骂我们。
我们招蛇惹谁啊？你从某个角度看，真的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来，这个孟凯。去年5月1号，我记得也是劳权上街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国民党的代表，民进党的代表，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洪申翰，现在的劳动部长。所以黄国昌，我说你还认得你自己吗？是，所以过了1年之后，这些诉求其实跟去年也是大同小异啦，包括医护的这个相关权益，以及要降低它的一个工时，那还有劳资双方的权利要更对等。那其中总工时居高不下，确实啊。看到台湾的劳工的总工时居高不下，而你真的讲说，很多人都讲啊，我看得到，譬如说这个加班费，但我领不到啊，或者是很多人也讲是说我9点要上班，是要9点准时到办公室，但为什么5点半下班，我不能5点半准时回家？所以现在才会在讨论是说要恢复有一些国定假日，但你知道赵先生。最近在网络上一些侧翼开始在胡扯瞎扯，讲什么？讲说要恢复一些国定假日的休假讨论，我们只是提出讨论哦。结果居然被变成讲是说这个是侧翼讲说这是要配合中共统战，让台湾空洞啊！我说这是劳权朋友、劳团朋友他们提出来的一个诉求。照理讲，劳权朋友过去跟民进党是最长期站在一起，结果现在提出来说要休假多增加，变成是要配合中共。那最后我真的拜托民进党的朋友。要讲团结可以，就不要每一次都讲团结完之后就开始在抹黑抹红。如果说你用抹黑抹红的伎俩，然后你又讲团结的大帽子，那只有一句话：民主不是民进党做主，不要每一次团结只有听民进党话才叫团结。来，伟生。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调薪啊，我们这个看到是在这个时序上面确实是有一点慢一点点，因为没有在5月1号准时入账。那当然，因为5月1号是遇到5.1的劳动节，所以银行也没有上班。像连我自己的薪水，我也是今天才拿到，所以它会有一点时间上的落差。那加上整个结构上面的计算上面，每一个细节确实细项也有所不同。那加上前面因为预算卡住的部分，所以1到4月的加薪也还没有进来。那这个陆陆续续在近期在5月都会陆续来发放，所以这个月就一定会领得到。来，去燕秀。我觉得民进党哦，在野跟执政态度完全不一样，特别对民团、对劳团的态度都是一样的。过去我们看到民进党跟劳团站在一起，但是现在完全执政之后，我们看一例一休，修理劳团7天假是谁收回去的？对劳团的7天假，对劳工也是民进党收回去的。所以那赖清德又要叫这些团体说，哎，要做一些功德，所以完全就是对他们两种态度。现在对于劳工来讲，最严重的问题是关税谈判。就是说，如果说这90天的豁免之后，我们没有为我们的这些厂商拿到一个好的关税的话，你只要呢超过10%、5%、10%，我们的利润很快就没了，会造成很大的失业。我必须说，现在你可以看到，不管今天是从医疗人员一直到军警消，一直到这些所有劳权上去，现在民进党就只有说全部都是。